这2天在岛上生活，通过努力吃的还不错，不过我想提高捕食效率，所以昨日我编了2个地笼，把它们下到了海里。今天是我在岛上生活的第23天，同样为了提高效率，我又编织了一个大炮鳗鱼笼，利用破网做进烤，一番折腾就完成了。不过我还没有诱饵，我打算去查看一下昨天下的地笼，可结果我本来是抱着很大希望的，结果收获真的很惨淡。不过也不是空空如也，还有2个小发蟹呢，还是把它当诱饵吧，因为鳗鱼是很喜欢吃螃蟹的。现在我的大炮鳗鱼笼完全好了，我又加了一个浮漂装置，然后上下2个石头坠，方便沉入海底。现在3个鱼笼已经全部都下好了，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有大货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呢，许个愿吧，接下来你们来见证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给自己找一些食物，所以说我来到了岛边的红树林，挖一些螃蟹。这里生活着很多螃蟹，但今天我放过这些小的，只找最大的。这个坑里好像有东西，哇，看到了吗？好大的一个螃蟹！它一些坑啊，它会冒泡泡的。如果说有冒泡泡的，你就挖就行了，里面肯定就藏着这种螃蟹。哇，又收获一只小的。就这样，经过2个小时的挖坑搜洞，我收获颇丰。经过努力呢，收获了6只螃蟹，1、2、3，3个大的，3个小的。现在有6只螃蟹了，我打算做一个螃蟹盛宴。螃蟹我还是利用了最简单的烘烤，再加一些配料，螃蟹盛宴就完成了。又是一顿了不起的杰作。这下我们发财了！昨天通过努力吃上了螃蟹盛宴，并在海里下了3个鱼笼。经过一夜，我起来查看鱼笼，却让我很失望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看来每次不能只依靠陷阱，如果没收获你就惨了。我们去想想其他办法。这里还是很漂亮的，我打算四处探索一下，看看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刚探索我就有了重大的发现，相机还没拍我就忍不住下了手。居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死水坑，你看这里边好多鱼哎，好多大鲶鱼哎，看到了吗？这么大！哇，这里之前可能是一个大水坑，但是现在干涸了，所有的大鱼都聚不到，所有的大鱼都聚到了这里。哇，这真的是意外的收获。这鱼呢，我给它们洗了个澡，一共有11条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发现这么多鱼，而且那个坑里啊还有很多鱼，我没有完全捞上来。我挖这个鱼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想法，我们本来就是吃不了这么多的，我们打算吃一条中等的，然后剩下的鱼看看能不能和当地渔民换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。荒岛冒险就是充满了众多的不确定，但有时候确实会让你热血沸腾。我努力和船夫进行了联系，但他表示他们海边长大的不喜欢吃这种鱼，所以很多地方鲶鱼成堆都没人去抓。不过出于朋友，他还是愿意和我进行交换。交换物品是他家种了一点农产品，但是他只要我一半的鱼，所以我自己只留了1条，剩下的我又放回了原处。船长给了我们5根山药，然后1个芋头，还有3个玉米，顺便又送了我一顶帽子，是不是很酷啊？玉米我采用了水煮，山药和鱼炭烤，剩下的食材留着明天吃。一顿精美的大餐就这样准备好了。